NASA 最害怕的事情還是发生了。美国重返月球計劃真的又要推遲了吗？就在几天前，美国佛罗里達州卡纳维拉尔角的夜空突然被一团巨大的火光撕裂，但這一次火焰不是從天空墜落，而是從地面炸開。美國藍色起源公司寄予厚望的新一代重型火箭辛格倫在發射準備階段發生剧烈爆炸，巨大的衝擊波裹挟着火焰席捲發射區域，現場畫面迅速傳遍全球。關於這次爆炸的技術原因，我之前已經專門做過一期分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不是火箭為什麼會爆炸，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麼這起事故會讓 NASA 如此緊張？甚至有人開始擔心，美國重返月球計劃會不會再次推遲？因為真正危險的可能根本不是損失了一枚火箭，而是 NASA 最擔心的事情正在一點點變成現實。根據目前公開信息顯示，辛格倫發生事故後，其唯一的軌道級發射設施 LC-36 發射場疑似遭受不同程度損傷。這意味着什麼？很多人可能覺得，不就是修一下發射台嗎？事實上，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首先，你必須得知道，發射台不是停車場，更不是換個零件就能恢復使用的設備。它本身就是一套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推进劑儲存系統、低溫管線控制系統、防爆設施、供電系統、通信網絡、安全隔離區，這些東西彼此連接在一起，任何關鍵結構受損都可能導致整個發射體系停擺。更重要的是，火箭可以重新制造，但發射場的修復周期往往無法壓縮，輕則幾個月，重則1年以上。而現在最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損傷到底有多嚴重。但真正讓 NASA 頭疼的還不是發射台，而是事故調查本身。因為調查最終得出的結論將決定未來幾個月，甚至未來幾年美國登月計劃的節奏。如果最終確認只是設備故障或者操作失誤，那麼問題相對簡單，修復設施、調整流程、重新驗證，事情或許還有挽回空間。但如果調查結果指向設計缺陷，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這意味着整個系統都可能需要重新審查、重新設計、重新認證、重新測試，甚至重新排期。到那時候，被拖延的可能就不僅僅是一枚火箭，而是一連串後續任務。而這恰恰是 NASA 最害怕看到的結果。很多朋友可能会問了，那辛格倫是藍色起源的火箭，關 NASA 什麼事兒？NASA 為什麼会這麼緊張呢？這麼跟你說吧，因為今天的辛格倫早已不是一家企業自己的項目，它實際上已經被納入美國重返月球計劃的重要版圖。很多人不知道，其實過去阿波羅時代 ，NASA 幾乎掌控着所有核心環節。土星5號火箭是 NASA 體系，阿波羅飛船是 NASA 體系，登月艙是 NASA 體系，控制中心還是 NASA 體系。從設計到執行 ，NASA 擁有絕對控制權，什麼時候測試，什麼時候修改，什麼時候發射 ，NASA 是完全自己說了算。但今天情況不同了 ，NASA 已經从執行者逐漸變成了整合者，它更像一個總指揮，真正負責具體任務的是一大批商業航天公司，比如 SpaceX 負責星艦，藍色起源負責藍月着陸器和辛格倫，洛克希德馬丁負責獵戶座飛船，波音負責 SLS 火箭部分系統。表面看起來，這種模式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創新速度也更快。但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 ，NASA 對整個系統的控制力反而下降了。因為任何一個關鍵企業出現問題 ，NASA 都無法直接解決，它只能乾着急。而更讓 NASA 心態崩了的是，這些問題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過去幾年层出不窮。比如波音星际客機項目一再延期 ，SLS 火箭成本持續上漲，星艦仍在進行關鍵技術驗證，在軌燃料加注技術至今沒有完成完整驗證。今天，辛格倫火箭又出了這麼大的事故。如果把整個阿爾忒彌斯計劃看成一張巨大的網絡，那麼 NASA 現在面對的局面就是沒有哪個節點徹底崩潰，但也沒有哪個節點真正穩定。其實這才是最危險的一種狀態，因為這次的月球計劃從來不是一次發射，而是一條運輸鏈，需要幾十次、上百次任務長期協同運轉。地球到月球軌道，月球軌道到月面，月面補給、物資運輸、設備部署、人員往返。
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可靠。而現在的問題是 ，NASA 所依賴的多個關鍵節點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事實上，辛格倫炸出來的並不是一枚火箭的問題，而是美國重返月球計劃最大的隱憂。NASA 正在把自己的未來押注在一套尚未完全成熟的商業航天生態上。這種模式擁有巨大的潛力，也擁有巨大的風險。順利的時候，創新速度驚人，但是一旦多個節點同時出現問題，整個體系都會受到影響。我覺得對於 NASA 來說，最可怕的並不是失敗，而是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像阿波羅時代那樣完全掌控失敗。當然，如果沒有外部壓力， NASA 或許還有足夠時間慢慢迭代，慢慢解決這些問題。但現實並沒有給他這麼充裕的時間，因為這個地球上另一套登月體系也正在穩步推進，那就是中國載人登月計劃。根據公開規劃，中國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首次載人登月。目前的情況是，長征10號重型運載火箭正在研制，孟舟載人飛船持續測試，揽月月面着陸器同步推進，國際月球科研站計劃也在逐步展開。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距離真正實現載人登月，同樣還有許多技術挑戰需要突破。但對於 NASA 來說，真正的壓力並不是中國已經成功登月，而是中国正在穩扎穩打地接近目標，目前各項工作還相對順利。這下 NASA 壓力更大了，因為一旦另一套完整的登月體系率先成熟，未來月球資源開發、國際合作、標準制定以及深空戰略布局都可能受到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近年來不斷加速阿爾忒彌斯計劃，不斷擴大國際合作夥伴，不斷推動商業航天參與的重要原因。因為 NASA 非常清楚，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場科學探索，更是一場關於未來深空時代主導權的競爭。那麼，美國重返月球計劃會因為這次事故再次推遲嗎？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給出明確答案。因為真正決定結果的不是那團爆炸時升起的火焰，而是未來幾個月事故調查報告裡的結論。如果只是局部設備故障，時間或許還能追回來，但如果調查最終指向系統設計問題，那麻煩可就大了去了，可能就不僅僅是辛格倫，而是整個阿爾忒彌斯計劃的時間表。所以 NASA 最害怕的或許不是這次爆炸，而是今天突然發現自己最依賴的商業航天體系還沒有真正成熟。而當地球另一端的登月計劃繼續向前推進時，留給 NASA 試錯的時間正在越來越少。最後，我問你，如果未來幾年星艦、辛格倫和藍月着陸器仍然无法穩定投入使用，你覺得美國還能按計劃重返月球？或者說，這一輪是中國先登上月球呢？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